好，回到节目，军事方面还要来看的就是呢，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他们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还有情报的报告，他们说呢，中国大陆呢正在东亚的海域部署大量的海军舰艇以及海警船，最多一度呢这个数量超过了100艘的船只啊，是北京最近以来，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呢看到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船舰集结的范围涵盖了黄海，还有南部的海域，包括像是东海啊、南海啊、北太平洋啊，就整个太平洋的海域的。但更奇特的就是说呢，这次解放军呢并没有正式宣布任何的大型演习计划，所以呢，现在看到在不同的海域都部署了大量的这个船只啊。那其中还看到有航母打击群，但我们知道，其实航母打击群一般的配置通常都是最主要的就是一艘航空母舰，然后再加上旁边的导弹巡洋舰啊、驱逐舰，还有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是水上也好，水下也好，它是一整个舰队群。另外，当然就是补给舰啊。所以大概怎么样这个规模，一个航母群就是10艘，差不多是一个标配。可是这次大举的出动跟集结啊。想问庆姐怎么看这个战略意涵？我觉得我们传统的航母打击群啊，张宁老师也很熟，就是以美国的概念呢，它是要远方投射武力的，所以它整个航母打击群的配置，我们的理解里面都是那种前面有核潜艇，然后后面中间有巡洋舰、护卫舰，最后有油电的还有弹的补给，它是这么一个远远的，就你出去以后可以替代基地的功能，因为海军是个基地军种。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大陆的航母打击群，它会非常非常的灵活，因为它很多地方呢都是十分近岸的啊。另外呢，还有像076啊、055啊这些单独的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舰队群，5、6艘出去，它就有非常庞大的打击能力。因为现在他们有代差。现在无论是武器，或者是它的续航力，或者是它整个的作战的方式，都跟我们传统看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太一样啊。所以首先说这个，那如果我们看最近所发生的行动呢，其实还不完全是最近，从5、6月开始就有很多的行动，尤其是日本，它发布了很多，就是中国大陆在整个太平洋海域的各种行动，像我刚才所举的辽宁号跟山东号呢，分别的穿过了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啊，就是由日本所发布的。但是在11月7号之后呢，你还会发现，它不但是传统时常走来走去的那些国际水道在走，它11月7号之后第一个先过的就是大禹，就是从宁波出来进入西太平洋最近的一个海峡。那么另外呢，常常走来走去的宫古海峡，或者是其他的这一类，都是我们在美军它所布局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美军的布局包含了在琉球跟仙岛诸岛这一部分的布局，大概有70%的美军，但是在日本的本岛部分呢，还有非常庞大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都有。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它很容易的穿过了第一岛链的这些原先给它的局限，也是最近我再提一次，12月5号美国的 NSS 里面所希望重建的一条界限啊。可是中国大陆很轻易的通过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重新去想，万一在西太平洋有战争的状态的话，它会是个什么形式，并且。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美军的船舰时常在我们周边走来走去，它也没有发布演习，它只要去符合了在海上航行的各种规则，包含了国际法里面、海洋法里面你的领海领土的规则、专属经济区的规则，或者是 ADIZ 的规则的话，它只要符合这些规则，难道不可以自由航行吗？所以西方如果说没有说演习，那么显然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看解放军的行动。但是解放军虽然没有宣布是演习，它有没有军事亮剑的意味呢？当然是一定有的，因为这个亮剑就是要让美国跟日本要仔细去思考，美日安保中间，如果日本介入了跟中国大陆剧烈的军事冲突，美国是不是有防卫的义务？那美国如果加入战局的时候，从琉球这一带一路到台湾，这整条线上，美国也要想一想他在这里的军事部署。所以最后大家还是要问一问，台湾有事到底是对谁有利？目前看到12月5号的 NSS 来讲呢，是美国很希望在亚洲有一个力量能够继续的我们不要用那么
激烈的词啊，就是继续让中国大陆留在某一个区域里头。好，那这是一个最和缓的词了。那但是这个计划里面，在日本高市的作为，包含要突破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突破非核3原则等等等等呢，有没有默许、默认，甚至某一种私下的鼓励？那如果有的话，中国大陆现在的上百艘的船舰在刘公岛的演习呢，就是让美国也重新想一想，若是你真的继续的默许、默认，甚至某种程度的鼓励的话，那么当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有没有事？对，记者提醒得很好。到今天为止已经讲了2次了哈，就是台湾有事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啊？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那当然，刚刚讲到说，其实大家都在划线，可是如果按照同一标准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常知道哈，就是说航母的这个打击群啊，请教这个靖哥，中方的航母打击群当然就是参考美方的，但是您觉得在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这个编制啊，或者说在每一次，包括这一次特别大举的出动哈，它相同跟不同的地方，特别你有观察出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我要浇一个冷水。我觉得大家被一个别太紧张，不是我们被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就是政治操作新闻给误导。这个12月4号这个就是5点5分的下午这个下午3点5分，《自由时报》抢先报道路透独家，然后有100艘船什么这个大举出动。路透社呢，到这个3点11分才贴出来，你知道，《自由时报》的翻译版比路透社的原版还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出口转内销，而且讲的4个情报的来源永远就是匿名。这个是标准的，就是说配合绿营去营造声势的这种叫做这个操作手法。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假如有这么多的船出来这个运作，基本上来讲，没有任何涉及演训的通报吧，没有任何这个飞航的安全的通报吧，对不对？所有这些这个就是船讲了说是从北到南，他们其实都很靠近港口所以呢，我们呢就去这个仔细去查一查大陆上相关的这个网络以及新闻报道，我们很快都注意到，事实上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岁末东超就是岁末的时候，它有一个东超叫什么？叫做压力测试。它最主要呢不是超那个船出来3天在近海那边做操演，也不会做很困难的科目。对这些航母战斗群也是在周边活动，也不会走很远。但是呢，它3天之后回到港里。这时候真正好戏要上演了。为什么？因为所有船都要加油、加水、加菜、挂弹、上弹，然后呢，有这个驳船要用这个吊杆船去吊放精准的武器，去一个一个那个就垂直发射系统，有战略核潜舰要回来要装那个核导弹，然后呢，前面的鱼雷还要有这些那个码头上川流不息跑的运弹的卡车，然后运水车、运菜车，光是一个鱼鳞军港或者三亚基地那个地方对外采购的那个地方，那个几乎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我就讲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完全的媒体操作，就是在那边制造恐慌而已。它就是例行性的演练了，而且对，这个是行之有年的。对。而不过这一次看到说，在这个外电的报道上面说他从空中拍下来那个空照，说什么卫星的空照非常清楚的显示整个舰队的这个航行的路线，还包括抄得很清楚那我们要说的是说科技层面请教一下黄老师，因为提到了这个卫星最近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从卫星、火箭什么太空探测一直到这个太空资料中心，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绝对是跟科技有关，它一定是以科技作为底的。那太空领域特别提到了太空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晶片设计跟制造上面，它有特别跟一般我们所知道，就现在已经讲到说高科技的晶片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讲了好几个月的那种高速运算晶片，这次我们终于来讲一点不一样的晶片。那其实，在晶片上，现在基本上还是以那个 silicon 当做 base， 然后做非常多的元件。对，一系。是。那目前来说，还是说不同的使用温度上，可能会采用不一样的基板去做一些扩充。那我们先简单来说，在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它跟最本质上跟我们现在要做的高速运算晶片最大的差异在于，
他要的不是最先进的制程，他要的不是多快的算力，他要的是我10年、15年、20年我放在那里，我不需要去动它，我要非常的稳定。其次是呢，这个晶片能够抵抗来自太空的一些额外的辐射或者一些影响，然后去持续维持它的稳定性，这是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设计上的最首要的一个要求。对，所以其实就是回到那个材料科技哈，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像我机械工程系学到就是跟您一样哈，学到就是做材料的，比如说耐热、延展，特别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在太空上面使用这个晶片，它必须要耐久啊，不然的话，万一故障的话。你光修不是像一般在地球一样。这个超级跑车，你到西藏高原还是犁牛拉货可靠啊？还是得务实的，还是牦牛拉货才可靠？我另外一个问题念错字了。郝老师，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说，未来就是低轨卫星会越来越普及，哈，就是针对低轨卫星网络上面的可靠运算，还有庞大的需求。那就这部分的话，您所知道哪些企业已经在研发，甚至是在当中可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哪些企业是其中佼佼者？这个刚好这个是我的专长之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回来讲讲低轨卫星的网络可靠运算这边重要的部分在于说，未来整个在不管是我想这个张哥可能更加熟悉，在不管是任何通讯啊协作上。你能够更快、更安定的达到别人的预期跟需求，这就是一个信息上的战争。你如果可以在这边取得领先，那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效果。所以即便我不知道现在谁是佼佼者，但是我认为呢，太空科技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了解。它不是太空科技不是只有我把一个火箭射上去就结束的事情，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公司它占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它并不是只有某家公司可以把这个做好，它是需要很庞大的一个产业链跟产业体系去把工作完成的。所以不管现在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双方在这个卫星科技上面，尤其太空科技上面不断在竞争。当然，这个卫星有民用的，也有很多是军用的哈。但是黄老师刚才告诉我们，军用也好，民用也好，特别是军用。万一故障在太空要修很困难，所以呢，耐用的材料才是关键。马上回来。